可是我有點失望哎，怎麼是這種很像是中央餐廚出來的？那滿滿的櫻花蝦香氣真是太過癮。但是吃了幾口之後，你會覺得好像稍微過油以及過鹹。外皮是用刈包面皮包裹，吃起來就沒有那種 Q 彈的嚼勁，好像少了一種口感。沒有這個炸物啊，你要熱熱的吃哦。如果稍微冷掉的話，它的整個油都跑出來了。哇塞，這個可以煎蛋的，非常軟嫩香糯的麻糬，再配上淡淡的花生粉，整個口感質地是蠻順口，最後會再感受到非常濃烈芝麻甜香以及溫熱的口感，整個是太幸福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懂 Miss，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到台中一家最近在美食圈相當紅5星港式料理吃到飽。一般人對吃到飽的既定印象大概就是熟食已經煮好了，就放在那一邊，可能會冷掉或者是乾掉，這樣就不好吃嘍。那這裡是不一樣的哦。它是現點現做，也就是說呢，端上來的時候呢是熱騰腾，鍋氣十足啊。而這裡的菜單有50多道以上啊，每一道呢都是經典。而我們今天假日晚餐費用是1480元加上10%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2個小時。朋友，這個跟平常日差了大概500。今天我們就來看看，到底是5星級飯店的真功夫，還是只是高級版吃到飽的幻覺呢？朋友，老樣子。在正片開始之前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那我們就開吃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們，今天好嗎？再難都要記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來到台中金田酒店15樓的金源中餐廳。哇，歐文最喜歡吃港點的，一定要來這邊嘗上一口吧。今天是假日，所以費用會比平常再貴個500元。那我們一進來呢，裡面古色古香的，很像宴會廳的感覺。每一桌有大有小，大概都4人到6人一桌，看起來裡面非常的寂靜。因為現在是剛開始5點半，等一下呢陸續就會開始有吵雜的聲音進來了。那它兩邊因為裡面還有一些比較看起來像小包廂隱私的地方，都有窗簾拉着，感覺還是蠻不錯的哦。那再往前面這邊，哇，15樓哎，我們來看一下高樓大廈。哇塞，很高哎！這晚上看夜景應該是蠻漂亮的，好吧？那環境大概也是這樣子咯。那我們就開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，那我們剛剛就點了第一輪，大概有好幾道，是不是超級豐富的呢？那我們現在先嘗用水晶蝦餃，看起來晶瑩剔透，蠻漂亮的哦，size還蠻大的哎。晶瑩剔透的表皮不僅 Q 彈，還帶豐富的嚼勁，而且裡面的蝦子也蠻大隻，吃起來蠻鮮甜，帶點脆。那我們來蘸個醬料吧。鮮甜的蝦餃再蒸上一個微辣微甜的醬汁上，更加的提味咯。旁邊的沙尿牛肉丸，我們來嘗上一口吧。Q 彈的牛肉丸是無話可說的，一入口香菜的香氣非常的濃厚，而且帶點牛肉的甜香滋味，同時你會感受到馬蹄的脆感，而且這樣熱熱的吃真的是蠻不錯的哦。旁邊還有豉汁排骨，當然不可以忘記吧。哇，入口那濃濃的蒜香味真是有夠過癮的。排骨不止鮮嫩，還帶點 Q 彈的滋味，表面再裹上薄薄的地瓜粉，更能鎖住排骨的水分，而且現點現做就是好吃，不會說乾乾的或者是冷掉了。來吃港點豪黃鳳爪，看起來一定是味道非常的香濃啊。入口就即刻脫骨的軟骨，咬起來真是有夠帶勁的，而且整個口感不會太過於鹹，帶點濕潤的甜味，以及相當軟嫩的質地，真是太滿足了。我們來吃看看脆甜的櫻花蝦高麗菜口感是如何。高麗菜的脆甜爽口是無話可說的，那滿滿的櫻花蝦香氣真是太過癮。但是吃了幾口之後，你會覺得好像稍微過油以及過鹹，但它的鹹度重了一些，我們可以理解，因為這個是配飯吃的，不是說像我們這樣單吃。旁邊的炸物腐皮鮮蝦卷，歐文已經迫不及待了。酥脆的外皮包裹着多汁的內餡，那整個口感也稍微過鹹了一些。那蝦子吃起來是蠻 Q 彈嘛，帶點脆度，以及濃濃的香菜香氣。但是就覺得有點鹹了，應該就不用再沾這個醬油。朋友，這個炸物啊，你要熱熱的吃哦。如果稍微冷掉的話，它的整個油都跑出來了。哇塞，這個可以煎蛋的。經典的港點蜜汁叉燒，絕對也是必吃的吧。
入口的叉燒有濃濃的蜜汁香氣，以及邊邊烤的焦脆，帶點糊糊的香氣，而且它的瘦肉吃起來還帶點些微的 Q 勁，同時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肥油層，吃起來是蠻脆口。歐文手上的糖醋咕咾肉，更是歐文最喜歡的風味之一。外表亮紅的糖醋排骨，表面看起來完全不會感覺到它有酥脆的口感，但一入口那種酥脆的程度真的是相當的驚訝，同時會感受到濃濃的蜜汁香氣以及鮮嫩的排骨。如果你覺得甜膩的話，旁邊還有青椒可以讓你清爽一下。當然，軟嫩的玫瑰油雞也必吃的吧。鮮嫩的玫瑰油雞附着了淡淡的油香氣，隨後你會感受到醬油的大豆甜香，整個香氣是蠻十足，而且我覺得它油雞還蠻不錯的，骨頭還蠻少的。上次歐文去台州某一家，它那個整個都是骨頭啊，手上紅彤彤的無錫排骨，我們來嘗嘗看味道如何吧。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阿嬤的控肉，帶點甜味，以及可能是紅曲的香氣，有點像紅燒肉入口不用什麼咀嚼，直接化開是蠻不錯的。剛剛才說蠻軟嫩的，第二口就覺得好乾柴啊！熱炒鳳梨蝦球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吧？表皮炸的金黃色，相當的酥脆，而且蝦子蠻大只的哦。入口那脆彈的口感是無話可說的。如果你吃到有點膩的話，旁邊還有鳳梨搭上去，應該會更加的清爽。我們吃那麼多到熟菜，來喝個港式老火煲湯，來喝個湯潤潤喉。入口那香甜的滋味真的是蠻滋潤的。這口雞肉跟排骨，它的排骨是蠻軟嫩的，可是它的雞肉吃起來真的是相當的柴，帶點生的香味。可是多喝幾口，你會覺得好像過鹹了一些些。潤完後，接着馬上吃了五香牛腱。哇，牛腱肉的入口濃濃的紅燒香氣，以及非常軟爛的牛腱肉，完全都沒有筋感。旁邊的老皮嫩豆腐，我們來嘗上一口。豆腐是真的蠻嫩的，同時你會感受到非常濃厚的八角香氣。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舌頭覺得好麻哦。最後再補上一份紹興醉雞，香甜的紹興醉雞，沒有紹興酒的辛辣，整個入口的雞肉是非常軟嫩，帶點甜香的滋味，以及它雞皮的部分吃起來蠻像果凍，很 Q 彈哦。歐文手上的魚子燒麥，來吃看看。入口的鮮甜味帶點 Q 彈，那種 Q 彈感好像在吃花枝丸的口感，不會像中央廚房那種糊糊的，或者是軟綿綿、表面煎的焦香的蘿蔔糕，也要嘗上一口吧。那入口軟綿綿的蘿蔔糕，真是相當的滿足。最後你會感受到小蝦米的滋味，以及表面煎的焦香，而且看它的剖面就知道，這個是真實原料的蘿蔔所制而成的。看得到一絲一絲的蘿蔔，不是那種科學蘿蔔糕。手上的炸春卷，當然也必吃的吧。熱腾腾的那種酥香口感，真是意猶未盡。最後你會感受到裡面淡淡的香菇香氣以及落寞的甜香，但是吃了幾口你會覺得非常的油膩。我覺得它的炸物好像都會覺得蠻油膩的。旁邊的酥香馬蹄條看起來就非常的可口了。歐文手上的片皮鴨看起來還蠻精緻的，而且那蔥花真的是滿滿的。片皮鴨入口的鹹香味是蠻滿足的，帶着非常濃厚的蔥花香氣，以及軟嫩帶點稍微扎實的片皮鴨肉，最後再感受淡淡的甜麵醬香氣。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，它的外皮是用刈包麵皮包裹，吃起來就沒有那種 Q 彈的嚼勁，好像少了一種口感。歐文手上的蜜汁叉燒包，我們來感受一下那甜香的滋味吧。就喜歡這蜜汁的甜香，再帶點包子皮的筋道嚼勁，而且它的肉末切得還蠻大塊的，相當的有嚼勁以及肉感。港式經典的荷葉糯米雞，我們來嘗嘗看味道如何吧。一打開就讓我想到端午節快到了。荷葉的香氣是無話可說的，但是它的整個吃起來的口感還蠻清淡的，可以用食之無味來形容吧。歐文手上的紹興醉蝦，我們來幫它去個殼吧。陪我們花了749天，終於把蝦殼剝完了。蝦子看起來還蠻大的哦。入口就有濃濃的紹興酒香氣，但是不會裂口，同時非常濃醇的中藥香氣，以及蝦子的甜香脆口。歐文手上的粉絲鮮蝦，蝦子的口感紹興醉蝦是一樣的，只是吃起來多了一些濃濃的蒜香氣。歐文手上的鹹水餃看起來蠻像一顆鴨蛋的。
炸的酥香帶點香糯的鹹水餃，入口的鹹香味是蠻濃厚的。你們吃那麼多鹹食，來吃個甜點吧，蜜香奶芋，看起來奶香味是蠻濃厚的。入口綿密的芋頭帶點粉粉的質地，以及濃濃的奶香，但這個吃起來好像蠻健康的錯覺，完全都不會甜哦，就是完全是原味的感覺，沒有加任何的糖。旁邊還有非常少見的芝麻糖不甩，感覺就是傳統小吃麻薯。非常軟嫩香糯的麻糬，再配上淡淡的花生粉，整個口感質地是蠻順口，消化再感受到非常濃烈芝麻甜香以及溫熱的口感，整個是太幸福了。旁邊酥香的蛋撻，我們嘗上一口吧。可是歐文有點失望哎，怎麼是這種很像是中央餐廚出來的？吃完那麼多甜點，有點膩口了，來一個楊枝甘露，這非常的適當。淡淡的芒果香氣，而且這個甜味不會太過於膩口，同時感受到酸香的葡萄柚果粒，冰冰涼涼的，真的是非常的舒暢。朋友，你們知道港式料理的由來嗎？可以從一座小漁村開始，最早的香港人大多來自廣東一帶，像燒臘、煲湯、點心都是當時的基礎。然而，在1842年之後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，西方飲食大量進入，一般人吃不起高級西餐，於是廚師將魚平民化，奶茶加入濃奶變成絲襪奶茶，西式吐司演變成了西多士。接着1950年代，照亮中國各地移民湧入，茶樓、大排檔、茶餐廳開始興盛，這使許多經典的港味誕生。例如菠蘿油、車仔麵以及避風塘炒蟹，其中最能代表的香港精神的就是茶餐廳，反映了香港忙碌既有高效率的都市生活。它記錄了香港如何從漁村變成了國際城市，先以廣東菜為根，再吸收英國以及各地移民文化，最後變成了獨一無二的香港味道。嗨，朋友們，歐文吃飽啦。對於喜愛港式料理文化的歐文呢，真的是吃得相當的滿足。其中歐文最喜歡的就是它軟嫩的玫瑰油雞，帶點甜香的滋味，以及蒜香味相當濃厚豉汁排骨。其中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它的糟物，那個糟物吃起來是酥脆沒錯，可是吃了幾口你就覺得真的是相當的油膩。好啦，那喜歡的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懂歷史歐文，吃貨永遠不到，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